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是受伤，全宗人都会跟着受伤？长老，这事吧，他听着是挺扯淡的。你还知道是扯淡呢？扫地的活干完了，后山的柴劈了，灵田里的粪挑了，还杵着干嘛？长老，我没开玩笑，我现在就是灵虚仙宗的命根子。我要是磕着碰着了，别说您这样的元婴大能了，就连后院那条大黄狗，也得跟着一起疼。你的意思是连狗都得护着你呗？命根子，灵一是吧？上个月考核倒数第一那个是你吧？就你这炼气2层修为，本座站着不动，你要是能伤到本座，这长老位置让你坐。呸！老邓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非得我抽你是吧？嘿，你小子有能耐哈！来，朝这儿打，对，就是这里。哎呦！哎呦！怎么可能？这小子明明打的是自己啊！老邓，嚣张啊？咋不嚣张了？刚不挺能叫吗？来，看看这是啥？小子，这可使不得，这可使不得呀！我信了，我信了，快把匕首放下，别伤到自己。你叫我什么？刚才没动手前你叫我小子，我不挑你的理。现在知道疼了，你说你叫我什么？哎呦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祖宗，我的小祖宗，来这边坐，这边坐。这才对嘛。那谁，小孙啊，祖宗我饿了，你下去整点吃的来。加了。宗主出大事啦！是谁？竟敢偷袭本座！本座可是合体系修为，居然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我，给我来一巴掌，当真是可恶！何方鼠辈，只敢藏头露尾吗？还不出来！宗主出大事了！您刚才是不是也被打了一巴掌？快来砸一疯一趟吧！我操，撕裂空间，简直比电影特害还牛逼啊！这太帅了，我也要撕！这巴掌印居然和本座脸上的一模一样。宗主，咱们脸上的巴掌就是这小子弄的，他受伤，咱们宗门里的所有人都要受伤啊！那个宗主，这伤好像只能等他自己好。宗主，使不得呀！他才炼气2层，这丹药别说吃了，就是丹气入土，他都会被活活撑爆成一团血雾的。到时候他要是爆了，那我们全宗……你就在这里看着他，看好了，让他待在杂役殿，哪儿也别去，一步也别动，任何人都不能靠近他。我去就回。灵幽仙宗，怕是要完。啊！站着，别动，千万别动！起！这就是阵法，真是牛逼！别碰屏障，若伤您毫毛，老夫这把老骨头得散。乾坤金刚阵、自相风铃阵、绝阴隔尘阵，统统给我起！行了，
这回彻底稳妥了。宗主师兄，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战锋3000弟子已经待命，只要师兄一句话，我秦破天首当其冲。宗主，刚才好端端的就见了血，这到底是什么术法？会不会是仙人对我等出手？诸位稍安勿躁，事情的原委我已在查探。难道要我告诉大家，宗门几万性命全扇在个炼气2层杂役身上？他要是摔一跤，全宗人骨折；他要是抹脖子，全宗老少立马一起开席。宗主，你强行推演了，我不得不推演。宗门发生如此大事，我若不能窥得一二，有何面目立于宗门之内？结果如何？没了，宗门的气运天机全都没了。我以本命星血卜算，可那龟甲上是一片空白，不是凶兆，也不是吉兆，而是一片虚无。虚无是几个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以前推演那是大凶，好歹能见血光，可这次就像睁着眼，却有人把世界关了灯，黑的、空的，啥也没有。咱们灵幽仙宗以后没气运了。咱们祖师爷飞升了7、8位，那都在仙界看着呢。上面有人，这气运还能断了？难不成祖师爷们在上头集体喝高了，忘了照顾咱们？我炉子里那几颗造化丹，说是没了宗门气运加持，怕是要废。丹药废了是小事，若是气运被遮蔽，虎山大阵便失去了天道感应。届时别慌了，气运没丢，就在杂役堂那个愣头蛋身上。他好好的我们全宗大吉，他若想不开抹脖子，大家立刻一起开席。行了，风师弟刚才说了，是一片虚无，虚无不代表没有，那是不可知。若是祖师爷在上面有什么大动作，蒙蔽了天机，你推演不出来，是不是也正常？这倒也有可能。仙界大能的布局，我看不透，都回各自的山头去，开启防御大阵。谁要是敢把气运断绝这种谣言传出去，动用宗规伺候。谨遵宗主法旨。宗主师兄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但这事儿大到灵虚仙宗能不能活过明天，全看这一哆嗦。不行，我要你发誓，发天道誓言，绝不外泄，否则宗门必亡。师兄请讲，我受得住。苍天在上，我风眼尘无论听到何事，绝不外泄半字。若为此事，元神崩碎，永坠九幽。师兄，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？这事儿天道是不是不想听？风师弟，如果我说咱全宗几万人的命，现在都拴在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裤腰带上，你信吗？我算过的卦比吃过的米都多，你不如说咱们宗门大皇生了一窝麒麟。既然不信，随我来看看。这是哪家青楼搞庆典？宗主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阵法太费灵石了，弟子我这点家底都要烧光了。宗主，您回来了。哎呦，您干嘛？这不可能！天机显化，因为因果溯源，给我开！宗主，咱宗门没有切片研究的爱好吧？别怕，风长老只是在帮你检查身体。
别费劲儿，师兄，这回比鬼还难看一惨烈，咱们宗门好像真的要玩完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命格空白，因果反噬，全宗共生，这玩意儿总得有个说法。风长老，要是翻不到呢？翻不到，翻不到就说明老夫修了2000年的天机道，全消狗肚子里去了。虚无，那啥，早上食堂的粥有点稀，我就喝了1碗，现在有点饿。怪我没眼力见儿。宗主、风主，您2位坐着，我这就去司库拿点灵果、灵膏、琼浆来。杂役区那点饭食哪能给林凡吃啊？王长老，其实馒头也行。你现在还敢吃馒头？噎着怎么办？站住！宗主，还有吩咐？这件事不能让第5个人知道。弟子明白。明白不够，你出去之前先发誓。发誓？天道发誓。弟子遵命。苍天在上，我王长书今日立誓，绝不将林凡之事泄露半。住嘴！你疯了！师兄，你也糊涂了。只是让他发个保密誓言。只是，刚才我在灵虚仙宗主峰大殿发誓，发生了什么？雷劈下来了。咱们2个是合体期，被劈一下顶多掉层皮。他呢？他才炼气2层。其实我炼气2层也没那么不堪。你闭嘴！那雷要是劈歪一点，哪怕只是余波震到这间偏殿，把它震出个好歹，咱们全宗是不是一起完？我刚才差点把全宗送走，宗主，那这事还发吗？发，必须发。你有办法？没有办法也得有。紫霄壁垒盘，别看了。风长老，这玩意儿贵吗？贵。多贵？把你卖1万次都赔不起。那我不碰。王长顺，你站远点儿。这里行吗？再远点。这回呢？你听好，待会儿发誓，声音小点，语速快点，别加废话。懂。要是有一丝雷劫气息漏进来，伤着林府。峰主，您别说了，我害怕。害怕就对了。所以我这饭还吃得上吗？我就问问。再退到墙根底下，贴墙站好。哎呦！现在可以发誓了。弟子王长顺今日在此立誓，绝不将林凡之事以任何形式泄露给他人知晓。若为此事，师兄，这回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天道不许，他根本就不允许我们把这个秘密守住，他是不希望我们把林凡藏起来，这跟逼着我们灵虚仙宗去死有什么区别？哎呦，疼死了！
师弟，你糊涂了。修仙修的是什么？是顺从天意，还是逆天改命？他不让我们守住这个秘密，我们就偏要守住；他想让我们死，我们就偏要活下去，与天斗，其乐无穷。走，抓稳了，抓稳了。师兄，林凡，林天人吗？小祖宗，小祖宗，在原地！我被落下了。宗主，刚才您是忘了带我吗？走。宗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们跟我一起回去，一起看着，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那个，宗主，可能不是您的神通不行。那是什么不行？是我不行。按照灵虚仙家门规，低等杂役弟子不能进主峰，更不能进主峰大殿。门规？你的意思是我师兄合体期的空间神通被一本门规拦住了？我只是猜测。滑天下之大器，哪条门规能管到虚空乱流里去？可我确实没过去。你还有什么没说？我总不能说脑子里刚弹了系统提示吧？提示：当前身份杂役无权限进入主宗大殿，传送失败。我好像必须严格遵守宗门规矩，多一步都不行。不对，这不是门规，是天道。发誓保密，天雷立刻批下来，空间转移，直接把他留在原地。师兄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天道不许我们把他藏起来，他借规矩卡住他，就是要把他困在杂役区，待在最危险的地方。对，就这样，这锅让天道背，比让我背稳。身份，师兄，你想给他换身份？既然杂役身份进不了主峰，那就不让他当杂役。宗主，提拔弟子是有流程的。林凡，听命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杂役。你是我宗真传弟子，真传恐怕不够，真传弟子也未必能随意进主峰大殿。那就圣子。圣子，宗主，使不得呀！圣子至少得是化神期，还要过3关6阶，少一道都不合规矩。规矩，我是灵虚仙宗宗主，我说的话就是规矩，不合用那就改。师兄说的对，天道拿规矩卡我们，我们就拿宗主之权改规矩。宗主，风长老，我觉得可能还是不行。又哪里不行？他不认口头认命，要求我按正常流程晋升。杂役上外门要考核，外门升内门要大比，内门上核心要试炼，核心之后才有资格争真传，少一步都算走侯门，违规我就上不去。炼气2层，杂灵根，经脉堵塞，根骨下等。王长顺，按正常情况，他进外门要多久？宗主，真要说，快则100年。100年？我只是资质差，不是腌腥菜啊！师兄，这不是死局，这是把棺材板都定好了。完了，这次好像真把天聊死了。宗主每次这么笑，都有人要倒霉。祖师宗律，宗主，这是开山祖师亲手所立的宗门根本呀！你不是要按规矩走吗？宗主，你想干什么？规矩是人定的，既然旧路太长，那本座今天就给你开一条新路。这合规吗？哼，马上就合规了。师兄，先等等，这不是普通预测，他连着宗门气运与祖师法统，改他等于欺师灭祖。宗门都快绝户了，还管祖师脸色？动了，他真不让改。
一本册子也敢跟本座顶嘴，老实点儿！你现在几层？炼气2层，也不算太实。他是勉强登记过的，那就改。是这条规矩背后的东西在拦我。这里刚被雷劈过，动静太大，杂役弟子围过来就糟了。规矩没说我们不能去他住的地方。弟子住在杂役区后山山脚，丙字9527号小院。走，别乱动。放心，我这次保证不掉队。到了，地方小，几位别嫌弃。宗主，您坐。不用，这就是杂役弟子的住处。标准小院已经不差了。那个，我去弄点吃的，淋果淋糕，保证不噎人。师兄，这里不行，杂役区人多眼杂，万一出个意外，咱们全宗都得跪。解除绑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逐出宗门，只要除名，因果自断。你们看我的眼神，像在商量怎么处理凶手尸体。你想多了。林凡，在宗门这些年过得苦不苦？想不想下山？还行，就是活多饭少。宗主，您这像要赶我走？是给你自由。简单说，你愿不愿意被宗门开除？林凡，宗主，您说，你若愿意离宗，本座保你做一辈子富家翁。富家翁？灵石10万，黄金100万两。还有呢？山下良田万顷，庄园1座，仆役1000人。听着挺吓人。不止，这是本座私意。有什么用？持此牌受灵虚仙宗庇护100年，凡俗帝王见你也得客客气气。客气到什么程度？你想横着走就横着走，想竖着滚就竖着滚。简单说，你下山之后，除了不能修仙，什么都有。那不还是不能修仙吗？你这资质，修仙很难。有多难？杂灵根、经脉堵、根骨下等，正常修到炼气7层，快则100年。慢呢？慢则入土。所以，与其在山上耗死，不与下山享福。宗主，我还是想修仙。我知道我资质差，可我都到修仙宗门了，总得试试。万一呢？万一什么？万一我以后能飞呢？林凡，风长老，你私闯主峰大殿，触犯宗规。我不是没进去吗？哼，你有这个意图。我是被宗主带的。宗主有权带你，你没有权被带。这也行？那要怎么罚？逐出宗门。逐出宗门？不是赶你，和平解约。这4个字听着更像赶我。宗门会给你补偿，我能不走吗？按规矩，不行。行吧，既然宗门不要我，我走就是了。好，风长老，您是不是高兴得太明显了？没有，特事特办，现在办手续。这么急？流程越快，对大家越好。写：自有杂役弟子林凡，缘分已尽，即日起逐出灵虚仙宗。缘分已尽？文书惯用语。听着像退婚。闭嘴，我怕写错。逐出之后，永不录用。永不录用是不是太狠了？狠一点，断得干净。饭来了，饭来了！这是干啥呢？逐出宗门文书。宗主，您真要把小宗主开了？闭嘴！这叫和平解约。和平到永不烙用，你有意见没有？师兄，写好了，差最后一步，用印。宗主，这一印盖下去，我就真不是灵虚仙宗的人了。是，那我以后还能修仙吗？山外也有仙缘。宗主，这话您自己信吗？师兄，不能拖。成了。那是不是没事了？理论上是。王长顺，等会儿送他下山。弟子明白。什么声音？不对，宗主，我的灵力在流失，不止灵力，
我的寿元也在掉。寿元？那我呢？我掉什么？我修为也在漏。你们怎么了？师兄，我看见了，这文书怎么跟丧铁似的？闭嘴！宗主，是不是出事了？出大事了。多大？大到全宗可以准备吃勺。因果没断，不但没断，还反噬了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意思是你不能离宗，因为你现在是灵虚仙宗的根。根拔了，树就死。所以刚才你们把我开除，等于把宗门祖坟刨了。王长顺，烧了他！回来了，修为不漏了。所以我又是灵虚仙宗的人了。是。还永不录用吗？现在应该是永不辞退。宗主，那我还能下山当富家翁吗？不能。那灵石10万呢？庄园的美币100人呢？也不能，没有，想都别想。那我饭总能吃吧？能，必须能，软的不噎人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你现在噎一下，全宗都得翻白眼。这仙宗，我好像是走不了了，但这饭吃起来压力是真大。林凡，弟子在。刚才的事，忘了吧。那文书从来没存在过，你还是灵虚仙宗的杂役，还是那个丙字9527号的主人。弟子明白。师兄，那接下来咋办？这送不走、供不起，规矩还卡着，咱们总不能天天守在这破院子里，给他当保镖吧？既然规矩不能破，那就守规矩；既然赶不走，那就让他往上爬。他不是要修仙吗？那就修。林凡，你刚才说你想凭自己的本事一步步晋升。是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有志气。只要你过了考核，就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外门弟子，离开这杂役区。到时候咱们就能操作得更从容些。师兄，你是不是被那文书噎糊涂了？这小子炼气2层，离考核还有3个月，就算把丹凤的药当饭给他喂，3个月冲不到炼气7层啊！而且那试炼塔里的机关傀儡可不长眼，万一擦破点皮，过不去怎么办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这次考核他必须过，不仅要过，还得过得漂漂亮亮，毫发无伤。过不去怎么办？哼，过不去，那就让他过得去。外门考核无非是测修为、闯试炼、比战力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只要操作得当，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合理通关，并非难事。那个宗主，其实吧，我这人虽然资质差点，但也不是那种想走捷径的人。我看那些画办里谷主不都是废材起步吗？我觉得只要我肯努力，也能修出个名堂来。努力，小子，就算是丹灵根的天才，没日没夜的练，也得小半年。给你30年，你能摸到炼气5层的门槛，我都算你家祖坟冒了青烟。林凡呐，刚才那是宗主跟你开玩笑呢。什么遣散费，那是宗门给你的休闲资源，拿着，想买点啥买点啥，不够再跟我要。这不合规矩吧？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要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主？收回去！这又是咋回事啊？我也算看明白了，规矩还是那个该死的规矩。杂役弟子月俸3块下品灵石，这就是规矩。你给他10万灵石，那是圣子才有的待遇，不匹配。身份和资源不匹配，那就是违规。这还是在天道的眼皮子底下作弊。天道觉得咱们在强行拔高他的生存几率，他不干。那怎么办？丹药呢？给点提升修为的丹药总行吧？
你可以试试，刚才只是警告。你要是把高阶丹药塞他嘴里，估计丹药还没化开，咱们就先化了。师兄，既然不能把他开除，那咱们自己开除自己呢？你想想，天道绑定的逻辑是林凡是灵修仙宗的弟子，那要是咱们都不是了呢？咱们所有人除了阿林凡全部退宗，然后咱们再重新立个山头，叫什么新灵虚仙宗。到时候阿林凡还是那个灵虚仙宗的人，可灵虚仙宗就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了，他死他的，他活他的，跟咱没有半毛钱关系。高，师弟，你真是个天才。宗主，师兄，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这么大的事，得先找个人试试水，万一又出什么幺蛾子，咱们也好有个准备。自有杂役堂长老王长顺入宗1372年，因个人原因自请离宗。宗主，使不得啊！宗主，弟子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开除弟子？弟子入宗1342年，兢兢业业，任劳而怨。当年守灵田，弟子亲手打死的偷谷子的血猪，没有1000也有800。杂役堂的茅厕都是弟子盯着人疏通的，从来没赌过一次。弟子对宗门的是一片丹心向明月啊！宗主，弟子上有1800岁的老母要赡养，下有刚收的徒孙嗷嗷待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啊！别嚎了，谁说你犯错了？这是战术，战术懂不懂？啥战术？把你开了，是为了救你的命。只要你不是宗门的人了，以后这位小祖宗再有个头疼脑热，你就不用跟着遭雷劈劈了，懂了吗？那我以后去哪儿？去哪儿都行，跟着本座也行。这只是个实验，若是这法子管用，本座随后就到。啊！宗主，您也要退宗？全退，整个灵虚仙宗除了林凡，全退。师兄，该您用印了。师弟，咋了？师兄，你也知道，师兄我刚才伤了元气，这胃里现在还在翻江倒海。若是这一次天道又有意见，师兄放心，此计万无一失。我是说如果出了问题，这文书你来吃。王长老，封主为了你的自由身，可是要把命都豁出去了，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？封主，要是真出了事，这纸我也能帮您分着吃一口。好师弟，这就对了，看着点儿。师兄，好像没动静。我自由了，真没事。宗主、封主，我没事，我也没挨雷劈。赌对了，这天道虽然霸道，但还是讲道理的。只要手续合规，他也挑不出理。既然王长琴已经不是本宗长老，现在这钱是一个路过的散修看着杂役顺眼赏给他的，这总不违规了吧？小兄弟，咱们萍水相逢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这点身外之物就当个见面礼。好，此计大妙，釜底抽薪，金蝉脱壳。只要咱们都退了宗，这灵仙宗就剩个空壳子给林凡留着。到时候咱们在隔壁山头再起个太虚仙宗，把人都接过去。这小子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咱们眼不见心不烦。执笔字号，风兄弟你也写。今日咱们师兄弟2人合力，把全宗上下的退宗手续给办了。宗主李道玄因向往田园生活，自愿辞去宗主之位。天机封主风眼尘因算卦算得头秃，申请回家养发。这一印下去，咱们就彻底解脱了。怎么回事？气血亏空，本源受损，他在变得虚弱。宗主，我头晕。这是法则反噬我的修为。不对劲，我明白了。天道绑定的逻辑，不是林凡属于灵虚仙宗，而是灵虚仙宗属于林凡。林凡才是这宗门唯一的根基。咱们每退一个人，
都是在削弱宗门的气运，都是在挖林凡的墙角。墙角一塌，林凡先死，然后咱们跟着陪葬。那王昌怎么办？他已经退了，他的力量正在被天地法则剥夺。师兄，赶紧，现在补救还来得及，咱们赶紧让他重新入宗，把他这个漏洞补上。快写！现在立刻，马上！这有三修王长顺仰慕灵虚仙宗威名，申请加入贵宗，从杂役做起。写快点，那小子快不行了。写好了，写好了。师兄，咱们以后还是别瞎折腾了，这规矩咱玩不过他。3个月后，外门考核，林凡，你给老子必须要过，必须过。完了，完了！收敛气息，都给我把气息收回去！是，掌门师兄，你若是再不给个说法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的寿元，整整50年的寿元，刚才那一瞬间都没了，然后又回来了，这是拿我的命在拉风上吗？我也正要问这事儿，老子刚要退火，手一抖，那一路地阶上品的飞剑全废了，废了是小事儿，老子刚才感觉心脏都停了半拍。掌门师兄，你到底查的怎样？都给我闭嘴！岳天阳，把你那破剑给我收起来！林天晴，你要是敢在这里放个屁碰着人，我把你塞进炼气炉里炼了！金玄月，把你那冷气关了！洞长人你赔得起吗？师兄，这小子是你私生子？死你大爷！那是风师兄的私生子。秦破山，你脑子里是不是也练成肌肉了？那你们这是干啥？别动！退后！岳静兰，你再敢往前走一步，再露出一丁点剑气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说到做到。师兄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师兄，你如此紧张一个杂役弟子，难道这所有的变故都与这个孩子有关？那个，各位大佬，要不咱们坐下说，站着怪累的。坐，小子，这有你说话了门下的，见了一众封主不跪，还敢？雷千钧，王长顺，在，弟子在。去搬凳子，把这院子里能坐的东西全搬来，哪怕是石头块也行，让他们坐下。谁要是再敢站着把气息放出来，你就拿那个大印把我也开了。师兄，瞒不住了，这帮家伙都是人精，再加上这动静闹得这么大，隐瞒只会出事。刚才岳静兰那一剑气，要是真把这小子刮破了皮，都给我把气息收了，半点都别漏。静兰，剑收起来。千钧，把火灭了。圆月别动着花花草草。重新介绍一下，他叫林凡，从现在起，别把他当杂役。那当什么？亲传弟子？把他当祖宗，亲祖宗。亲祖宗！闭嘴！接下来的话，事关灵虚仙宗生死。听之前，你们7个必须立下天道誓言，绝不外泄半字。天道誓言？师兄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需要……别问，先发誓，再听。走。去哪儿？去找个没人的地儿，离这儿越远越好。都进去，进去！看好他，要是少一根毛毛，唯你是问。那个王长老，刚才您不是去给我拿饭了吗？饭呢？没，绝对没馊。这饭太贵重，我怕给你吃了，你也遭不住，我也遭不住。上面那位眼尖着呢。咋了？馊了？王长老，我不白吃，这饭我买。您看这3块零食，够不够这一顿？卖！够，太够了。这灵兽肉虽然是野味，但这灵米也就那样，3块零食
统口不弃。好吃。有意思，真他娘的有意思！荒唐！我月经兰修道3800载，一剑破万法，合体期的大能。现在你告诉我，我的命以后就捏在这个炼气2层的小子手里。他若是摔个跤，我就得跟着断腿；他若是喝水呛死，我就得跟着陪葬。这还修个屁的剑！老岳说的对，老子练了一辈子的气，这小子突然打个喷嚏，我手一抖，炉子炸了，算谁的？不行，师兄，这事绝不能这么办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既然他是宗门弟子，这因果才成立，那把他开了不就行了吗？把他逐出宗门。对呀，老岳，还得是你脑子好使，开了他，给他一笔钱，让他滚蛋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师弟，你给这帮聪明人讲讲。各位，你们还记得半个时辰前那种寿元流逝的感觉吗？那次，那就是你们在开除他。不仅是开除，咱们刚才试过了。第一招想把他藏起来，结果降下黑雷；第二招想给圣子身份，结果灵虚宗律差点炸了；第三招逐出令刚盖上章，全宗生机流失。要不是师兄生吞了逐出令，咱们都已经凉透了。吞了，味道不咋地，有点噎人。那就不能用别的法子，咱们把宗门解散了总行吧？风师弟，莫非是我们来之前的那次？没错。我和师兄还有王长顺刚学完退宗神术，这小子就开始七窍流血，咱们修为狂掉。天道绑定的逻辑很霸道，他不是把这小子绑在宗门上，是把咱们几万人绑在他裤腰背上。宗门要是敢散，他就先死；他要是死了，咱们就得跟着陪葬。这天道不给咱们活路啊！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既然规矩是死的，既然他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既然他要过外门考核，那咱们这帮老骨头就给他当垫石石，把他给老子垫上去。师兄，这小子你也看见了，经脉堵得跟实心似的，明显就不是修仙那块料，干嘛非得逼着他升级？就在这杂医院待着呗，咱们好吃好喝供着，派俩人在暗处守着，让他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不行吗？何必非得去外门遭那个罪？老雷，你是不是忘了点常识？啥常识？炼气期顶活150岁，要是保养不好，100岁也就到头了。啊，那又咋了？咋了？林凡现在18岁，也就是说他还有82年好活。82年后他寿元耗尽，两腿一蹬，嗝屁着凉。到时候咱们灵虚仙宗上上下下几万人，包括你这个合体期的大能，全都得跟着他一起入土。82年后，咱们大家一起玩完。我操！我把这茬给忘了。懂了，师兄还是你深谋远虑，必须让他进外门，进了外门才能筑基，筑基了才能多活200年，哪怕是用药喂，也得把他喂上去。不过也不是全是坏消息，刚才这小子花钱买了顿饭，咱们屁事儿没有。这说明啥？说明只要是正经买卖，天道不管。买卖？这我在行啊！我那儿有一堆淘汰下来的飞剑，都是好东西。我这儿有丹药，洗髓丹、培元丹，管够。都闪开，小子！这是玄武盾，能挡炼虚后期全力一击。多少钱？看你顺眼，给个成本价，1块下品灵石。真卖？真卖，童叟无欺，赶紧掏钱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呀！送回去，快送回去！这也不行。万是3块灵石，那是市价。你那玩意儿放到外面拍卖行，少说也得5万极品灵石，你卖1块下品灵石，天道又不瞎，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？这就是在作弊，是在恶意刷分。师兄，既然咱们是宗门中人，送东西会被判定违规，那如果是外人呢？咱们找个靠得住的散修，或者其他宗门的好友，我们把东西给他们，让他们以机缘或者赠与的名义送给林凡。天道总不能管着外人交朋友吧？妙啊！这招叫借刀杀人，不对，借花献佛。
我认识好几个散修大能，给点好处就能办事儿。哼，不行，你们动动脑子。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，平日里连下山都费劲，突然有个陌生的散修大能跑过来，非要送他一堆天材地宝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修仙界的人是傻子吗？他们会怎么想？灵修仙宗的杂役被外人如此看重，这不明摆着告诉全天下，这个杂役有问题。这等于是在咱们宗门的死穴上插了个令旗，还大声吆喝：“快来啊！这儿有个宝贝，弄死他我们就完了。”咱们现在唯一的任务是把这小子藏好了，任何让他显得特殊的举动，都是在把他往火坑里推。那个，宗主，各位峰主，我今天的粪还没挑完，要是再不去，就得受罚了。去吧，宗门不能没有规矩。挑粪？挑什么粪？就这小身板儿，万一挑粪的时候滑一跤磕破了脑袋，脑袋怎么办？我跟你去，这粪老子来替你挑。我也去，此等大事不容有失。没错，护道必须护道！都给我闭嘴！护道？你们脑子里装的都是肌肉吗？8个合体炼云期的大能，跟着一个炼气2层的杂役去挑粪，去护道，你们是生怕天道那个老王八蛋看不见咱们是吧？这是在公然挑衅，是告诉他我们就是要违规，就是要作弊，想死别拉着我。那弟子就先告退了。你也给我待着！啊，宗主，我也是杂役，你是元婴期的杂役，古往今来，你见过哪个宗门有元婴期的杂役？你本身就是个漏洞，你再凑到他身边，就是漏洞加漏洞，天道不把你俩一起修复了才怪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让他一个人去？杂役区那地方龙蛇混杂，万一哪个不长眼的弟子跟他起了冲突，推他一把。各位师兄师弟，咱们好像都钻牛角尖了。天道不让我们保护他，可规矩里没说不许咱们遛弯吧？遛弯？对，遛弯。咱们只是恰好觉得后山风景不错，想去散散心。神识也只是恰好路过，不小心扫到了他。只要咱们不现身，不跟他产生交集，不让他知道我们在，这能算违规吗？哦，巧合妙！云师妹，你真是咱们宗门的福星。雷仙俊、月经帆，在。本座现在命令你们2人，即刻起前往杂役区后山，给本座好好遛弯，务必确保遛得不留痕迹，遛得神不知鬼不觉。是。兄弟，你今天感觉没？咱宗门今天邪门了。怎么了？你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咋回事。我好端端的喂着猪，这手指头突然就破了，流了好多血。可是很奇怪，没一会儿好了。这还不算完，过了一会儿，我突然感觉自己老了好多岁，那心慌的，以为自己要死了。结果没一会儿又好了，你说怪不怪？刚才我听好几个人都说有这感觉。哦，我好像也是，真是奇怪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事儿啊，真他娘的悬。当时咱们园子里的灵兽也出现这种情况了，是挺邪门的。可不是嘛。对了，管事说今天你不用去哼哼兽那边了，让你去灵珠园。灵珠园？别怕，小家伙，
过去了，没事了。遛弯，这就是师兄说的遛弯，盯着一个臭小子铲出粪。闭嘴！师兄说了，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你的神识波动太大了，收敛点。哎，老严，你看那头小猪刚才还跟死了一样，这小子就抱了一下，现在都能站起来吃东西了。不是治愈，是恢复。这小子自身的气运稳了，跟他绑定的东西也就跟着恢复了正常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小子就是咱们宗门这串数字最前面的那个1，咱们这几万人就是跟在后面的0，他要是倒了，咱们全得变成0。起。老岳，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这么紧张过。看这小子跳出粪，比我当年渡劫还刺激。闭嘴！我操！成了。看来云师妹这个遛弯的法子可行，只要咱们不主动接触，不暴露身份，只是远远看着，天道便不会判定咱们违规。师兄，我刚才在想，既然遛弯这种打擦边球的行为天道默许了，那是不是说明只要咱们够巧合，他就管不着？送东西不行，因为那是赠与，是强行干涉，是作弊。但是机缘，机缘，哈，对，机缘啊！你们想，修仙界最不缺的是什么？是前人遗失的秘籍，跌落山崖捡到的神功。林凡他自己走在路上，不小心掉进山洞，发现绝世功法，这管我们什么事儿？这是他运气好，咱们只是恰好知道那个山洞在哪儿，也只是恰好把一本看不上的功法扔在里面，这怎么能算作弊呢？这顶多算是帮天道完善一下机缘的细节。妙，实在是妙！师弟，你真是个天才！对啊，咱们可以安排他恰好采到千年灵药，也可以让他无意中闯入上古残阵。老子可以把御兽手具丢在茅房里，等他挑粪捡到。停！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这第一步就从外门考核开始，修为是硬杠棒。师弟，你鬼点子多，你说这第一份机缘，咱们该怎么送？修为是根本，炼气2层到炼气7层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这第一份机缘，必须是能让他修为在短时间内暴涨的东西。丹药最快，可高阶丹药我们不能直接给，低阶的又没用。不是丹药，功法。咱们宗门有没有那种门槛极低、上手极快、前期修炼速度1日千里的功法？有倒是有，我早年游灵时，曾在一处上古魔君的遗府中得到过一卷残篇。功法名为燃血化灵诀，此功法无需灵根资质，它直接燃烧修士自身的气血和寿元，将其转化为最精纯的灵力。修炼此法，前期进境之快，匪夷所思。别说炼气7层，若是不计代价，1个月内冲到筑基都有可能。燃烧气血和寿元，这不是邪功吗？是邪功，而且后患极大，每提升1层，都会永久性的损伤根基，折损寿元。练到高深处，人就成了一具空有修为的干尸，寿元耗尽，自行崩解。这怎么行？林凡本就只有80多年阳寿，再练这个，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对啊，这不等于是让他提前玩完吗？不，对别人来说这是催命符，但对他来说，这简直是量身定做的神功。第一，这功法能让他快速提升修为，解了外门考核的燃眉之急。第二，他修为高了，境界提升，寿元不就跟着涨了吗？
炼气期省到筑基期，凭空多出100多年寿元，还怕烧那点儿？哼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开源节流，以代养代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这功法是残篇，的确后患无穷。等他过了考核，咱们再让他恰好得到一部能化解燃血化灵诀副作用的静心法门，这不就完美解决了？咱们的目的只是让他过考核，又不是真让他练成个魔头。高，还是风师兄你脏。就这么办。苏师妹，那残篇在何处？此物邪性，我一直封印在静心峰的莲池底下。好，事不宜迟。风师弟，你我二人现在就去给他布置这个机缘，其他人该干嘛干嘛去，别在这儿杵着，人多眼辣。发了，这下真的发了！这感觉太爽了！这不比什么铺垫好使啊！果然是以前太穷了，灵气不够，怎么可能修得快？不信邪！老韦，我算是开了眼了，这小子是在修炼，还是在给屋子积尸啊？这哪里是姿势差，这他娘的根本就不是修仙的料！我那炼气炉的排烟管道都比他的经脉严实，就他这效率，别说10万灵石，就是给他100万、1000万有个屁用！你看他又来了。我就不信了！这小子疯了，他这是在修炼还是在自残？冲动，给老子进去！疼！老岳，你感觉没？我这经脉怎么跟被针扎了一样？我操！这小子他练功走火入魔，咱们也得跟着经脉寸断啊！哎呦我操！雷峰主，岳峰主，祖宗，小祖宗，算老雷求你，咱别练了行不？再练我就得死你屋里了！雷峰主，您这是哪的话？我这就差一点就能把灵气存住了，真的就差一点点。别，不能存，千万别存！你这一存是要把我们也存进去啊！我没感觉啊，就是有一点点疼，不碍事。不碍事，你是不碍事，我们碍大事了！都别动！雷千军，松手！你想死吗？没事，经脉轻微受损，有些许淤血，也就是蹭破了点皮的程度。吓死老子了！刚才那一下，我以为心脏都要炸了。我也没觉得自己受多大伤啊，我也没觉得经脉胀大，刺挠不疼。吃了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这道理我懂。你那是有点刺挠，那是拿针扎自己；但在我们身上，那拿工程锤在砸。啊，师弟，麻溜的，不要打哑谜。知悉，是守与不守的区别。天道建立了最基础的同伤绑定，他受多重的伤，我们就受多重的伤，1比1。可现不一样了，而咱们，天道规则变了，他们只是别的者了。林凡受一点的伤害转移，而是惩罚性的伤害放大。宗门里秋伤对我们来说，就是感觉横本倍的放大。那这仙我还修不修了？不修就是炼气2层，80年后大家一起死；修这经脉一长，你们现在就疼得死去活来。各位祖师爷，你们说我是该修呢，还是不该修呢？造孽！我是该修呢，还是不该修呢？老子这辈子没怕过什么，今天我是真的怕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打死我也不来凑这个热闹。都别说了，
林凡，修炼一事不可操之过急。你看你今天也累了一天了，又是挑粪又是修炼的，这就对了。是有点累。劳气和方是长久之道，有时候睡觉比枯坐修炼更有用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别练了，好好睡一觉。好，听宗主的，那我睡了。各位风主晚安。我真是个傻子！我为什么非要好奇？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他妈还不如不知道！你别说了，我要是不来，现在还在我的法锋研究阵法，哪会摊上这种破事儿？都是你啊，岳金辽！要不是你咋咋呼呼，当时非要来找掌门师兄，我们会被你带偏吗？行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事已至此，互相埋怨只会让事情更糟。师兄，刚才那事儿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什么？那个燃血化灵诀的计划必须取消。为何？那不是唯一能让他快速通过考核的办法吗？快速？你们还没明白吗？那功法是燃烧气血，损伤根基，说白了就是自残练功。刚才他只是冲个关，经脉蹭破点皮，咱们就差点疼死。要是让他练燃血化灵诀，他练第1层，咱们就得吐血；练到第2层，咱们得卧床不起。等他练成了，咱们这帮人估计早就被活活疼死了。那不能送资源，不能给功法，甚至不能让他自己瞎练。那外门考核，他拿什么过？完了，这下是真完了！功法不能练，资源不能送，就等80年后大家手拉手一起嗝屁！我修你娘的仙！哭什么丧？天塌下来了，这跟天塌下来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。天塌下来，咱们现在就死了，现在至少还能再活80年。我刚才一直在想，燃血化灵诀是邪功，是自残，所以不行。那正道功法呢？咱们藏经阁里那些最平和、最正的功法，难道也不行？可林凡资质太差，平和的功法，他练100年也到不了炼气7层。那就是功法不够好。藏经阁数10万卷功法，我就不信找不出1本适合他的。1本不行就找10本、100本，我就不信堆不出一个炼气7层。对，风师弟说的对，路是人走出来的。从现在起，咱们换个活法，但这次得吸取教训，找温补的，绝不能伤了根基。毕竟他破点皮，咱们就得断根骨头。雷千君、岳金兰，你们俩继续给我在那小院上空6万，让20辰不许眨眼。他要是再敢偷偷修炼，我唯你们是。遵命。其他人都去藏经阁，把所有炼气期功法翻出来，只有一个要求：无痛速成。师兄，功法是好，可他的根骨是块废物，再好的种子种在石头上，也开不出花。师妹有何高见？我峰内有一株9窍玲珑藕，凡人吃了能脱胎换骨，只是此物药性霸道，需受7期49日撕筋裂骨之痛。不行，会痛的，一概不行。谁说生吃了？榨成汁稀释100倍混在饭食里，再配几味温补灵药，他不知不觉间根骨就改善了。妙，实在是妙！所有的一切都给我变成他无意中得到的机缘。记住，一定要合理，绝不能让他察觉是我们在背后安排，否则天道必会察觉。那个，宗主，你看我该做点什么？你回杂役院，继续当你的长老，暗中照拂林凡。哈哈哈哈哈！都去吧，记住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两位师兄，小娃娃那边就拜托你们了，千万别让他再自己瞎练了。师妹放心，有我跟老岳在，别说他自己练功了，就是晚上睡觉翻个身，我们都得先帮他看好姿势。哎，走吧，老岳，继续咱们的遛弯大业。就眯一会儿。睡了，真睡了。哈喇子都流成河了，装不出来的。娘的，老子当年度化神劫前，那是一宿没敢合眼。这小子倒好，还能睡得跟死猪一样。心大是好事，整日提心吊胆，怕是还没到80年后，我们先吓死了。睡吧，只要他不练气，就是把房子睡塌了，老子也去给他顶着。一起！一个屁！开阵，把第1层的禁制全给我撤了。掌门，这是魔教打上来了。第1层，那全是些大陆货。废什么话！
让你开你就开。烈火诀不行，练了上火。后土功不行，练这个得吃土，别坏了胃。长春功温和，但练到筑基得200年，扔了。80年后大家都得死。都半个时辰了，这功法怎么都带副作用？就没一本躺着能升级的？要有那种功法，咱们还用在这儿犯愁？这个太疼，那个有风险，这个会放屁，不行。 3000年啊，我就中了这一株9窍玲珑藕，本来留着自己冲击合体期，现在好了，拿去喂猪。切，好宝贝，便宜那小子。不对，这不对劲！只要是我们主动给的好处都算违规，这分明就是投喂。机缘？什么叫机缘？走路捡到钱叫机缘，吃饭吃到金肚子那叫谋杀，这没法送啊！难道要把这灵藕扔路边，祈祷他路过能看到？万一被野狗叼走了怎么办？不行，这事儿不能急，得编个剧本，演一场让天道都挑不出毛病的绝世好运。他走了。他走得好慢，他会不会摔倒？不对，他去的方向不是灵寿园，那是杂医院的偏殿，王长顺那老小子的地盘。老岳，要出事！王岳，出事！那是王长老，元婴期的大能在这打凡人的拳法，这是什么新潮的养生之道吗？哟，林凡，这么早，这是要去干活？王长老早，我来找您，想买份早饭。买饭？小意思，要多少有多少。来，进来说。小兄弟，昨天那是试吃价，今天咱们这儿有3种套餐。这个3块下品灵石跟昨天一样，这个4块肉的分量加3成，这个5块下品灵石豪华至尊版，不仅肉多灵米管够，还多加了一份用100年之熬的炭。王长老，您真是会办事，我全都要，就要那个5块的。好嘞，小祖。哦不，林凡，现在你也是有点钱的人了。好，还行还行。光吃可不行，咱们修仙之人还是得想法子提升实力。我跟你说，咱们杂役区东头有个杂役坊室。杂役坊室？对，就是咱们杂役弟子自己凑起来的个杂役坊室。平时大家得了用不上的东西，或者自己做了点小玩意儿拿去杂役坊室卖，那地方鱼龙混杂，大部分是破烂，不过偶尔也能淘出点好东西，就看你眼力了。多谢王长老指点，等我干完活就去那杂役坊室转转。抓个和尚做晚餐呐，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呐，不羡鸳鸯不羡仙。也是怪了，这系统怎么就跟那些好东西过不去呢？对，靠自己。林凡啊林凡，你可是穿越者，是天选之子，没了大佬们的内爱，你照样能飞升。这果子长得还挺好看，回去洗洗，给小花加个餐。我操！红白果！什么果？红白果，俗称喷射果。这玩意儿虽然没毒，但是药性极良，吃一颗能拉3天3夜，直到把肠子都拉空为止。拦住他，哪怕把他手剁了，也不能让他吃。不能动！忘了师兄的交代了，不能干涉，不能现身。算了，野果子不卫生，万一拉肚子就麻烦了。小花应该喜欢吃，那猪胃口好。老岳，我感觉我的寿元刚才又少了好几年。天牛，今天什么情况？这么多人？林凡，你来了。风阳今天大规模产崽，那些都是御兽峰下来帮忙接生的外门师兄。
回头得让王长老搞个风阳套餐尝尝。今天得有几百头要生，我得去帮忙了。让杂役去后山，好像有机缘出世，应该是灵药。嘘，别声张。林凡，杵在这儿干什么？看戏吗？你的粪挑完了？师兄，他刚才是在听吧？那峰主交代的事儿，咱们算办妥了吗？应该听到了，差不多了。剧本已经递过去了，就看他这个主角上不上道了。小花，看来是真好了。喏，给你带好吃的，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活过来了，老岳，我刚才心脏都停了。只要不进他的嘴，进谁的嘴都行。这猪也是个有福气的，替咱们挡了一劫。小花，小花，走了啊！味儿散的差不多了。虽说是杂役，但这长相放在前世怎么也是个校花级别的。峰主，他应该听到了。弟子看他听完后，眼神都变了，明显是动心了。办得不错，这是赏你们的。多谢峰主。记住，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，谁要是敢泄露半个字，峰主放心。昨天宗主带着咱们发天道誓言的时候，那黑黝黝的劫雷弟子现在想起来腿还软呢，打死我也不敢乱说一个字。知道就好，去忙吧。掌门师兄，鱼上钩了。师兄，这次安排下去的弟子，昨晚可都是发过天道誓言的，肯定没问题。我不担心这些弟子的忠诚，有天道誓言盯着，害林凡对他们也没有半点好处。我担心的是林凡这小子，他有时候那脑子轴得很，天知道他待会儿会搞出什么幺蛾子。也不知道这招到底行不行。师兄，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别紧张，按照剧本走，不会有问题。师父，我准备好了。要开始了。这小子虽然废，但看着挺有血性的。待会儿看见漂亮师妹被欺负，肯定要出手。我赌10块上品令他会。我也觉得会，男人嘛，都这样。小师妹，第一次摆摊吧，摊位费交一下，一个摊位半块下品零食。师兄，我娘病了，摊位费能不能先欠着？我管你娘是死是活，不交摊位费，这摊就别摆了。我娘病了，等钱救命，这套路也太经典了点儿。仙人跳，兄弟。你看把我这飞剑给碰坏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哼，想讹我，门儿都没有。他怎么不动了？可能是被吓到了吧，毕竟修为太低。他退后了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好像在看热闹。加戏，不给是吧？那我今天就让你一根都卖不出去。我的药！干什么呢？坊室内禁止斗殴，都给我散了！小胡，哼，小样，跟我玩这套，你们还嫩了点儿。莫长老，该你上了。造孽呀！
小兄弟，别喊，别喊，见者有份，见者有份嘛。小兄弟，咱们运气不错，这可是储物袋，里面指不定有多少好宝贝呢。开了，大爷，您身手不错啊。老头子，我修了一辈子，也就炼气6层，这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。怎么就一本书？晦气，真他娘的晦气！袋子归我，书归你。这书虽然看着破，保不齐是什么神功秘籍呢。你年轻，正好用得上。接啊，快接啊！大爷，您这业务挺熟练啊。啥业务？分赃啊，大爷，这袋子值10块灵石，您拿走，把这个一看就可能有特殊标记的破书扔给我。回头施主找来，您拿着没记号的袋子逍遥快活，我揣着破书人赃并获，到时候我得赔钱，还得被送去执法堂。大爷，咱能不能少点套路，多点真诚？不是，这真是机缘，我没骗你，我图啥呀？图我不洗澡，图我挑大粪，您不就是想让我背锅吗？这书您留着擦屁股吧。宗主，还有本子吗？要是没了，那小祖宗看样子是打算回去了。有，必须有。师兄放心，剧本多着呢。行了，别废话，下一个方案，快点。北山，到你了，拿出你的看家本事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师尊放心，弟子早已准备妥当。道长，您说的太准了，我确实是家中行三。前些日前来里面，上个月老家来信说老母病重，我正发愁这灵石不够呢。这都能算出来。不过这修仙界不得不说，人心不古啊，全是套路。今日贫道只是路过，与你有缘，这卦钱就免了。道长，给我也算一卦。不算，无缘。嫌钱少是吧？1块够不够？罢了，既然施主执意要问，那贫道就破例一次。施主想问什么？问前程。我想知道我这修仙路到底能不能走通。把手放上来。天机显化，逆自明。成了，只要百山招罗盘一转，随便扯2句卦词，指引他去后山，这事儿就成了。我操！道长，你这是内伤发作了。后山有。这算命这么费命的吗？师弟，你这徒弟行啊，这血喷的多有层次感，这脸色白的跟真的一样。回头给他记一大功，这演技把我都骗过去了。那个大爷，这位道长没事吧？让小友见笑了。你也看到了学艺不精，推其楼粉，今日这卦怕是算不成了。小友，这是小友刚才给的卦金，既然卦没算成，这钱理应退还。道长，您这就见外了，这钱您收着，也是因为给我算卦才遭的罪，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。这钱不多，您拿去买只老母鸡，给小道长炖点汤，好好补补身子。道长拿着，刚才要不是也逼着他算，他也不能这样。您别嫌少，算是我一点心意。营养费也好，您要是不收，那就是看不起我。唉，小友仁义，既如此，那贫道就替列徒谢过小友了。老道长，刚才这位小道长晕倒前指着后山说有，不过话没说完，这到底有什么？小友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今日之事，无论你听到了什么，看到了什么，统统忘掉。那后山之事，不可说，不可问，更不可谈。你不是只是强行想窥探一二，就落得如此下场，只怕是有命拿，没命享。切记，不可多言，不可深究。有命拿，没命享，越是不让去，那就说明里面的东西越珍贵。看来这后山，我是非去不可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小子信了吗？信了，不仅信了，还给了我几块灵石当医药费。好，这小子是个讲究人。师弟，该你上场了。这后山的机缘，务必要布置的天衣无缝。唉。
这都什么破烂玩意儿？失策了，咱们光想着给他送机缘，忘了这杂役区的消费平路了。咱们要是安排个普通的法器呢？那不用想，这小子肯定觉得又是骗局。普通法器顶个屁用！后山那是咱们刚布置的机缘，里面机关重重，普通法器进去就碎。哥们儿，打听个事儿。干啥？这附近就没有点儿上档次的地方，就是那种卖真东西、好东西的地方。师兄这是发财啦？小财发了笔小财。既然有钱，那还在这儿逛什么？往北走10里，那是外门集市，那地方才有外门师兄们用的真家伙。坏了，他要去外门集市！快，全员注意，剧本更换，立刻更换！所有在杂役坊室埋伏的徒儿全部撤回，别在那儿傻蹲着了，马上调集外门精英弟子去外门集场布控。雷师弟，把你气疯那几个看着机灵点的弟子都派过去。云师妹，你单峰也出几个人摆摊。师兄，这剧本怎么改？到了外门集市还能玩天降横财那一套吗？不能玩了，这小子警惕数太高，再玩那一套肯定崩。这次咱们换个思路，主打一个温暖，让他感受到修仙界的同门情谊，觉得宗门是个大家庭，然后他自己主动去后山。懂了？温水煮青蛙。土包子，咱现在是微服私访的富豪，不跟这些眼子浅的一般见识。听说了吗？今天有新到的驻颜丹，哪怕倾家荡产，我也要买一颗。这女人爱美的天性，到了修仙界也是一样啊。哎，师兄，你看这小子眼神直勾勾的，是不是想找到伴侣了？哼，他才炼气2层，找什么道侣？那是误人子弟。这长相倒是不赖，要是收拾收拾，也能骗几个无知少女。胡闹！现在的重点是让他去后山拿机缘，你给他整几个女人，那不是温柔乡英雄冢吗？就他了，民以食为天。吃饭好啊，吃饭安全，不会出什么乱子。这醉仙楼是谁的产业？好像是外门一个执事的亲戚开的，平时生意不错。哼，传令下去，让后厨把最好的食材都拿出来。要是敢给林凡吃坏了肚子，我拆了他们的楼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进门就是客，咱们醉仙楼什么时候有过把客人往外赶的规矩？掌柜的，你看他那身衣服，衣服怎么了？衣服能当饭吃？这位客官实在对不住，下面人不懂事儿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里面请，雅座给您留着呢。行吧，既然掌柜的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你个面子。客官想吃点什么？把你们这儿的招牌菜，什么灵鹤展翅、蛟龙上海、百花争艳，通通上一遍。还有那个什么100年的灵酒，先来2坛漱漱口。看见没？我就说这小子是个讲究人，只要你对他客气，他绝对舍得花钱。师兄，地儿不错，这环境这氛围，正适合听个故事，下个酒，上台，开讲。舒坦。列位客官，今日咱们不讲那老掉牙的正魔大战，也不讲那听出茧子的仙凡绝情，今日咱们讲点新鲜的，讲一个废柴少年如何逆天改命、登临绝顶的奇闻。萧火火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但这修仙路光有一腔热血可不够。萧火火资质太差，修炼速度慢如龟爬，眼看着3年之约就要到了，他还是个炼气3层的弱鸡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处极心极寒之地的深潭里，发现了一株天地灵物。讲细点，给我把那藕的效果吹上天，让他馋，让他流口水。那灵物名为9窍玲珑藕，生于极寒，长于泥，却晶莹剔透，不染纤尘。此物那是夺天地之造化，侵日月之玄机。哪怕是根骨最差的废人，只要吃上一口，那是洗精伐髓，脱胎换骨，经脉拓宽如江河，灵气吸纳如鲸吞。从此以后，修炼再无瓶颈，1日千里，直上青云。这9窍玲珑藕真有这么神？这位客官问得好，此物乃是上古异种，自然是神效非凡。只不过嘛，此物生长环境极为苛刻，非极阴极寒之地不可活，而且往往都有异兽守护。想要得到它，那是9死1生啊！后山深寒藕，成了，去吧，把那藕给我在潭底种好了，记住别种太深，方便它拔。还有那守护异兽，找个看着凶一点，但实际上一碰就倒的，要是敢伤了它一根汗毛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
掌柜的，不用找了。客官慢走，客官常来呀。师兄，这只羊有点肥呀，刚才那一把零食少说也有几十块，而且你看它那个储物袋鼓鼓囊囊的，刚才掏钱的时候我看见了，里面灵光闪闪，绝对不止这点儿。杂役区来的愣青也不知道在哪发了笔横财，居然敢在外门这么露富。走，跟上去，找个没人的地儿，教教他这修仙界的规矩。老板，来一串。哎，这才是生活。这3个混账东西是谁门下的？好像是我剑锋的外门弟子。哼，好，很好。打断腿，扔回杂役区。我看他们是想把咱们这帮老家伙的腿都打断。王长顺，下去，给我把这3个祸害处理了。记住，别闹出动静，别惊动了林凡。要是林凡少了一根头发，我就拔光你全身上下的毛。动手！谁？王长老！这常长老，我们就想跟师弟借点。闭嘴！你们3个骨骼惊奇呀！刚才宗门急报，北涧的一处稀有灵矿塌方了，急需身体好、能扛走的弟子去支援。我看你们3个这体格子正合适，工期也不长，也就50年。这是宗门给你们的考验，也是你们的福报。长老，饶命啊！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走你！奇怪，刚才明明听到有人说什么饶命、挖空之类的，幻听了？估计是拿2只野猫打架吧。这修仙界的猫叫声都这么惨。先生，留步啊！哎，先生别走啊！先生，相请不如偶遇，走走走，我请你喝茶。不了吧，我还有事儿。有什么事儿能比喝茶重要？小二，上最好的灵茶。先生，您刚才那个萧火火的故事讲得太好听了。一般世界第3。他不是要去多宝阁吗？怎么又杀回来了？还逮住了咱们的人。这小祖宗到底想干什么？师弟，别急，先看看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先生，不瞒您说，我就是个刚踏上修仙路的小白，两眼一抹黑，很多这道上的规矩常识我都不懂，所以想请先生您给说道说道，就当是加个钟了。客官这就问对人了，您想知道什么，尽管问。这修仙界那可就大了去了，具体有多大，谁也说不清。不过咱们脚下这片是整个修仙界的龙脉所在，名为中州大陆。除了中州，还有东海、西荒、南疆、北原，那都是些蛮荒之地。不过也藏着不少机缘，就看个人造化了。咱们灵虚仙宗就是这中州大陆的执牛耳者，咱宗门要是排第2，就没哪个宗门敢排第1。那先生，我这修仙的根骨不太理想，知不知道有什么法子能改善改善？改善根骨嘛，法自然和从好这位就少刚才天才地宝的，这些都是夺天地造化的灵物，温和滋补。至于那些魔道外门，法子就多了。我听说啊，有一种邪术，是把自己身上的灵骨活生生挖出来，用秘法祭炼清息49天，再给塞回去。所以啊，客官，这修仙界自身好东西不少，只要气运够好，也不是什么登天难事。关键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运气，能碰上。这小子会说话，讲得好。客官，还有一言，在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先生但说无妨。这修仙界看着风光，实则暗流涌动，最常见的便是那杀人夺宝。哪怕您这样的修为不高的小萌星，人家下手也不会手软。所以啊，出门在外，
把自己好好武装一番，那是顶顶重要的。多谢先生指点。先生，那我先行一步，我这就去那多宝阁好好采购一番。客官慢走。滚开！别挡路！还好，只是擦破点皮，不碍事。我靠，这宗门共商系统，还真是全服同步掉血啊！哎，干嘛呢？走错地儿吧？咱一去后面那条街捡漏去。趁你这种瞎了你的狗眼！客官，里面请。手下人不懂事儿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咱多宝阁看人那是看气质，你一看就是大主顾。掌柜的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炼气期能用的装备、丹药都给我摆上来。爷不差钱，只要东西好，价钱随你开。掌柜的，打听个事儿，您这儿有没有那种能洗髓伐骨、让人脱胎换骨的宝贝？价钱不是问题。爷，这种逆天改命的东西，那都是天才地宝，可遇不可求。这种东西得看命。这把法剑怎么卖？爷，您眼光真好，只要800灵石。买了。那个爷，这青霜刀起步得炼气5层才能催动，您这换，给我找不用灵力就能用的，就没有那种傻瓜似的，扔出去就能炸，不需要我有什么操作的。有天雷子，不需要灵力催动，拔掉引信往外一扔，轰！炼气后期以下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这个好，给我来100颗。多少？100颗。这祖宗要干嘛？炸山吗？他把自己炸成灰不要紧，咱们也得跟着升天啊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这玩意儿太不稳定了。爷，这玩意儿可不行买这么多，它不稳定。你要是揣100颗在怀里，万一走路摔一跤碰着了，那自个儿就先去见阎王了。那算了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有钱都花不出去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掌柜的，给我来件最好的法袍，要最扛嗖的，被动触发那种。流云金丝甲，阵法护主，能抗筑基1击，3000下品灵石，不二价。买了。有没有不需要灵力操控，往身上一贴就能用的防具？玄武护盾，300年灵龟背甲，抗筑基3000灵石。包起来，把你们这儿威力最大的符箓拿出来。哎呀，爷，高阶符箓需要灵气引导，以您目前的修为，那低阶的呢？火球符、冰剑符这种总行吧？低阶威力有限，打个兔子还行。威力不够，数量来控，给我来1000张，按斤称。我就不信了，用钱砸还砸不死个怪。用钱堆出来的安全感真特么爽！九窍玲珑偶，小爷来了！不管守护兽是什么，这次我非把你挖出来不可。这位师弟请留步，在下关师弟印堂。没发黑不买药不算镖，再见。兄弟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个练武的好苗子，有没有兴趣？没兴趣，腰不好，练不了，告辞。哎呀，碰瓷儿是吧？碰瓷是吧？大伙都看见了啊！我可没碰他，离这还有3尺远呢。姐外宝图，看看我，看看我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没钱，我真没钱。那个各位师兄师姐，你们是组团来拼单的吗？拼单？什么拼单？
我是真心想跟你斩鸡头烧黄纸。少来！拼单就是你们这么多人忽悠我一个，最后把我骨头渣子都给拼没了。我都说了我没钱，你们这是诈骗，是团伙作案。这就是你们选出来的精英，这就是所谓的人海战术。我让他们去送温暖，没让他们去要饭。堂堂灵虚仙宗，搞得跟丐帮一样，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？撤吧，赶紧撤，别在那儿丢人现眼了。再演下去，这小子非得去执法庭举报不可。风锦，扯胡，立刻消失！谁要是敢慢办事，扣10年供俸，发配到灵矿挖矿。我操！专业，太他妈专业了！这撤退速度，这反侦查意识，一看就是惯犯。肯定是有放风的看见执法堂的人来了，或者是他们发现我不咬王，觉得我是个硬茬子，怕暴露行踪，直接转战下一个目标了。这修仙界水太深了，这就回家。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。现在好了，人家把咱们当成职业诈骗团伙了，连专业2个字都用上了。嘿嘿，师兄，往好了想，至少证明咱们弟子的身法练得不错，逃命是一把好手。这小子被吓破了胆，只想钻回杂役区，那后山的机缘怎么办？那藕都洗干净切好了。师兄说的对，这小子太怂太谨慎，对外界充满了不信任。这种状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他估计掉头就跑。得给他壮壮胆儿，对，得让他觉得自己行。壮胆，让他打个胜仗，哪怕是个小的，只要有了信心，人的胆子就肥了。我挑个长相凶恶的渣渣灵兽，埋伏在他回杂役区的必经之路上。行，楚师弟你亲自去挑，记住，一定要看着凶，但绝对不能有任何杀伤力。太危险了，这外门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还是杂役区好，单纯啊！以后打死也不出来了。谁？别装神弄鬼的！我看见你了！我就知道这地方不干净，刚出狼窝又入虎口，这他妈是想让我落地成笔啊！失误，这老狗岁数大了，支气管不太好。别废话，看林凡怎么应对。这么多符箓砸下去，就算是一头猪，也能堆出点动静，好吧？妖孽，看招！哼，缩头乌龟，这反应倒是挺快。火球符，去死吧你！奸商，找算盘，你个生孩子没叉叉的奸商！冰锥术，扎死你！我还不信了！这就是咱们宗门卖出去的符箓。这不是符箓的问题，那是灵气的问题。炼气2层，灵气过于稀薄，再好的符箓到了他手里，也就是个滋水枪。完了，这小子没招了。别得意，老子炸死你！不好，快救狗！那是天雷子，这玩意儿不需要灵气引导，那可是真伤啊！哎，等等，别急，你看。走你！吓死老子了！这小子没把引弦，造孽呀！那是拉环似的，他当石头扔呢。跑了？他不是怕我，他是嫌我菜，他是觉得杀我太掉价，怕脏了他的嘴。一只1阶妖兽我都搞不定，还要靠撒币战术才能勉强活命。那后山是极境极寒之地，去了就是送死。这机缘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哼，很好，
这就是你说的看着凶一碰就倒？他倒了吗？他没倒，不过他倒是把咱们的希望给整倒了。师兄，这不能怪我的狗啊，他都主动咳嗽了，还翻白眼了，他已经很努力在演了。是这小子，他太菜了。闭嘴！这小子现在的心气彻底被打没了，估计他现在觉得修仙界处处是危险，只有那个狗窝最安全。别说心态去后山寻宝，你现在就9条灵回他嘴里，他都得吐出来，生怕有毒。等死吧，这个真是多年，眼一闭一睁就过去了。各位师兄，或许是我们想错了方向。刚才那一战，问题不在林凡的胆魄，也不在那只灵兽，问题出在符箓上。符箓能有什么问题？那都是多宝阁的制式货，虽然威力一般，但不至于是哑炮。符箓本身没问题，是使用不当，所以符箓才有了问题。你们看，第一，它灵气太弱，根本无法有效催动符箓中的灵力阵法，所以火球符只能点烟，冰锥符只能刮痧。第二，他扔符箓的手法简直是灾难，天女散花，毫无准头。灵气本就微弱，再这么一分散，能有什么威力？孟师妹的意思是，很简单，既然功法、丹药这些提升自身修为的路子都走不通，为何不换个思路？我们可以教他如何正确的使用符箓，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撒币玩家，用技巧弥补他修为的不足。妙啊，这思路通透。只要他能自如操纵符箓，信心自然就回来了。到时候别说后山，就是让他去闯魔窟，他都敢去试试。只是这教导的人选，师兄，此事便交给我符箓峰吧。前几次各位师兄又是演戏又是送宝，辛苦了。这一次，该我们符箓峰来为宗门分忧了。我太菜了。我菜？我哪里菜了？我一个刚修仙没几天的萌新，只知道怎么使用清阶符的小白，面对一阶妖术我跑了吗？我尿了吗？没有，我正面硬刚了。我花了上万的灵石，我把能用的装备都用上了。结果呢？那符箓跟纸片一样，那天雷子连个屁都没响，这不全是我的问题？这是产品质量问题，拓哥就家黑店卖给我假冒伪劣产品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赵算盘，你个死胖子，你等着，我非得带执法堂的人去查封你的黑店不可。修为还是炼气2层，这是硬伤。灵石之前10万，吃饭花了点，买装备花了1万多，现在还剩8万出头。装备流云金丝甲、玄武护盾，这2个保命的家伙还在，很好。丹药10几瓶都还没动，攻击手段按金称的符箓全打水漂了，还不如我那把砍柴刀好用。不能再相信坊市里那些黑心商人了，符箓这种东西水太深。只是这偌大的灵虚仙宗，去哪儿找这种良心买家呢？您好，我是多宝阁的售后执事叶梧桐，因您今日在本店消费数额巨大，特来做个回访。请问您对我们的产品？产品？你还好意思跟我提产品？你家产品好得很啊，好到我花了几千灵石买了一堆烟花，放给那妖兽看了个爽。你看看我炼气2层的小心心，我容易吗我？你家那火球符点烟都嫌火小，那冰锥符给妖兽花撒人家都嫌不够劲儿，几千张符箓扔去，连那野狗的毛都没了断一根。还有那天雷子我扔出去了，他想了吗？他没想，那野狗一脚就给提沟里去了。他还冲我眼神比商人重吗？我上万的心情啊，你知道买了堆垃圾回来，是不是被我说话？我就知道你不这种黑店，卖完东西就不认人了。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，明天我就去执法庭告你们商业欺诈。不是的，这位师弟，您先别激动，符箓没有起到效果，可能不是符箓本身的问题，而是您的操作方式可能有些不当。哈，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，经典，太经典了，这套说辞我熟啊。产品没问题，是消费者的问题，手机卡了是你不会用，都是的操作不当，符箓没伤害，是不是全修仙界统一培训部队？那炼气2层的萌新我操作到位，可你们卖东西的时候说明书上写了吗？你们有派人教我吗？没有，现在出了问题就把锅全甩我头上，你们这售后可以啊？沈珠，他是傻子，你不能跟他跟。算了，我刚才说的不是针对你，我骂的是你们那个奸商老板赵算盘，跟你这个打工的没关系。我知道你也不容易。行了，别站着了，外面冷，进来坐吧。正好跟我说说你们那黑心老板平时都是怎么压榨你们的？这就进去了，好像还聊上了。这小子
好像吃软不吃硬。喝水吗？小叶是吧？你这年纪看着也不大，怎么就出来干这种受气的活了？我跟你说，这赵算盘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跟着他干没前途的。你一个月工钱多少零食啊？那赵算盘给你们交五险一金了吗？五享保金。然后呢？那个叫令狐冲的大侠，他怎么样了？这令狐冲啊，虽然剑法高超，为人正派，但他心地太善。那夷陵小师妹被采花大盗田伯光掳走，他明知不敌，也要孤身去救，结果就被那奸诈的田伯光用计困在了一个叫思过崖的山洞里。啊，那夷莲小师妹呢？她没事吧？夷莲倒是被他找机会送出去了，可他自己却跟那田伯光一起被毒死在了山洞里。匹夫之勇，明知不敌，为何不先回宗门求援？这令狐冲的师傅是怎么教的？岳不群就是个伪君子，会教个屁的徒弟。岳师兄，这只是故事，你别太当真。不过这位令狐公子倒是个有情有义的侠士。要是老子在，一锤子就把那山洞砸开，再一锤子把那姓田的脑袋砸成烂西瓜。田伯光那淫贼打不过令狐冲，就想用耗的。他知道令狐冲受了伤，想等他油尽灯枯。然后呢？令狐冲的伤严重吗？田伯光那个坏蛋，他有没有……哎呀，你看我光顾着说话，都忘了时辰了。这天都这么晚了，叶姑娘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在外面不安全，还是早些回去歇着吧。别啊，林凡师弟，你就再多说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那令狐冲到底怎么样了？他逃出去了吗？不行，这都几更天了，我明天一早还得去给林珠园挑粪呢，那可是体力活，睡晚了第二天没精神。你要是真想听，明天这个时辰再来就是了。今天恕不远送。完了，这次真的要被师尊骂死了。小丫头片子还想套路我？跟我玩聊斋，我能给你讲到天荒地老。宗主师兄，这做得非常好，孟师妹，你收了个好徒弟呀！我等10几人，又是威逼，又是利诱，又是演戏，又是送宝，结果呢，人家一眼识破。可你这徒弟什么都没干，那小子就主动把他请进了院子，还给他讲了一晚上的故事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这小子对叶师侄放下了戒心。风师弟说的没错，这小子油盐不进，警惕性高的吓人，任何想直接给予他的帮助，都会被他当成是陷阱。可叶师侄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，润物细无声，反而让他主动接受了，是立了大功。好，你接的太好了，有希望了。梧桐师侄，这是金刚琉璃杵，能打合体系修士一击，你拿着防身。小丫头不错，有前途。这是9转紫金丹，能固本培元，洗涤灵根，你拿去当糖豆吃。师侄，这是我灵兽峰的御兽金哨，以后宗门里的灵兽见你如见我。师侄，我这有几张8阶的挪移符，你拿着，打不过就跑。还是得靠自己，指望那些黑心商人，迟早被坑死。只有自身强大了，才是真的强大。昨天晚上修炼，动静是搞得大了点儿。不过，修炼这种事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不能停。大不了，这次我温柔一点就是了。不好！他又开始了，这祖宗是不想让我们活了呀！梧桐，下去，拦住他，不惜一切代价！拦住他！又是你！你又回来干什么？是不是觉得我好骗，还想再来一轮？我不
是，我刚才忘记了，我本来是给你做售后服务的，听故事给听忘记了。我可以免费指导你怎么正确使用符箓。小姑娘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，让我来给你上一课。这个世界上，凡是标着免费二字的东西，往往才是最贵的。你今天免费教我用符箓，明天是不是就要我买你们更贵的套餐了？这叫体验式营销。先用免费的钩子勾住我，等我上瘾了，再一刀宰过来。蠢货，谁让他这么说的？这演技比那只狗还僵硬。我没有，我真的只是想教你。教我？教我怎么把这堆废纸扔得更好看一点吗？怎么这是？就伤吗？来，你看着，火球符。哼，金刚符，看到没？这就是我花了几千灵石买回来的宝贝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是我的问题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哎，你别哭啊！我声音是大了点，但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骂那个赵算盘，都怪他卖假货。行了行了，我错了。这样，咱们各退一步，我继续给你讲那个令狐冲的故事。你呢，就当是听故事的报酬，指导我一下这破符箓怎么用。这叫知识付费，等价交换。答应他，只要能进屋，让他别修炼，你干什么都行。好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那进来吧。咱们先从之前的故事开始。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，说到那令狐冲被困在山洞里，那风清扬老前辈就站在悬崖边上，手里捏着一根枯草。他对令狐冲说：“这世间万法，唯快不破。什么招式，那都是虚的。真正的强者，无招胜有招。”只要你心中有剑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。无招胜有招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。师兄，这是无上至意啊！这小子哪里是在讲故事，他这是在讲道。天生剑心，这是天生的剑胚子啊！难道这小子真的是大智若愚？借着凡俗故事点化我等。行了。今天的这一集讲完了，这学费是不是得结一下？这就没了。令狐冲学会那个独孤九问了吗？那就是明天的付费内容了。现在你的任务是教会我怎么让这堆破烂响起来，否则明天的令狐冲出门就会被马车撞死。教，我现在就教。林师兄。你之前那样扔是不对的，符箓是死物，人是活的。你要用你的灵气去勾动符箓里的阵眼，引起共鸣，而不是像扔石头一样把它扔出去。你看，就像这样，轻轻一点，学会了吗？勾动共鸣？你看，我就说是假货吧，你那是特供版，我这是 P77 版，这就是区别对待，我不学了，退钱，把我的故事还给我。不是假货，真的不是，是你灵气太少了，根本冲不开阵眼啊。我炼气2层怎么了？明天我就去把多宝哥的招牌给砸了！这蠢丫头，跟他讲什么原理？直接教天罡引灵指，教他掐诀。别赶我走，我有办法，不用灵气也能响，真的。不用灵气？你刚才不是还说我不行吗？刚才是初级教程。其实符箓还有一种隐藏的开启方式，那是只有尊贵的客户才能学的。VIP？ 展开说说。这叫灵犀一指，只要按照这个手势，在符箓上轻轻一划，就能引爆。灵犀一指，去！孟千柔，你疯了吗？教他天罡引灵指，这一炸要是把他自己给崩死了，咱们全宗都得陪葬。我也没想那么多啊，我就是想让他听个话，谁知道这小子悟性这么高，一次就学会了。活着，还活着，生命体征平稳，没掉血。牛逼，太他妈牛逼了！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这是我扔的。
这就是灵犀一指吗？这是 VIP 特权吗？原来不是假货，原来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。叶姑娘，那个令狐冲的故事算什么？今晚别走了，我给你讲个更劲爆的，咱们通宵，必须把这一沓符箓全都给我练会了。叶师姐，别愣着了，既然是知识付费，那咱们就得有契约精神。你教我一个手印，我给你讲一段故事，公平合理，同色无欺。好。那我先教你连环符，连环符的关键在灵气输出的节奏，你要在瞬间用灵犀一指同时引动3张以上的符箓，停，让他们。你先别急着教。话说那令狐冲被困思过崖，这套剑法名为独孤九剑，共有9式，破剑式、破刀式、破枪式。师兄，这是大道之音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小子分明是在阐述无上剑理，心中有剑，手中无剑。我悟了，我好像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。哎，风清扬教他了吗？令狐冲学会了吗？嘿嘿，那是下一个付费章节的内容，该你了。连环符怎么玩？对，手势要快，3张符箓要呈品字形扔出去。品字形，走你！哈哈哈，爽，太爽了！继续，下一个故事。我给你讲个更厉害的，你知道葵花宝典吗？你知道东方不败吗？那可是个真正做到了天下第一的猛人，他的故事可比令狐冲精彩多了。那个东方不败，他到底练了什么神功啊？想知道？那就再教我一个，有没有那种能把人捆住的符箓？林师兄，求求你了，你就告诉我，那个东方不败，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师姐，慢走不送啊！嘿嘿，明天想听记得带点新货。师尊，您见多识广，那个东方不败，他练了那个葵花宝典之后，到底是男的了，还是变成女的了？滚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行了，孟师妹消消气儿。不管怎么说，结果是好的。那小子现在掌握了符箓的用法，自信心应该动了。这小子没睡觉，他又要出门。炼气2层，以前我唯唯诺诺，那是没掌握核心科技。哼，现在掌握了这种 VIP 专属的开启方式，我还能受这气？报仇不隔夜。今天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，那条狗必须得死。这小子要去哪儿？看这方向，他是要去昨天那个小树林。这杀气，他是要去寻仇。坏了，他是去找昨天那只大黑算账的。大黑呢？还在那儿蹲着吗？哪能啊！演完戏我就把他撤回来了，这会儿估计正在零售园吃早饭呢。快把大黑扔回去，马上，立刻！林凡现在自信心刚建立起来，正是膨胀的时候。要是让他扑了个空，这股气泄了，再想让他去后山可就难了。必须让他打，还得让他打赢。这就趁热打这热，这就热。出来吧！我知道你在那儿，别躲了。昨天你不是很嚣张吗？昨天你不是翻白眼吗？来啊，出来单挑啊！还敢无视我？好，很好，死到临头还敢这么狂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末期少年穷。VIP 至尊连招，启动冰之符，给我动！跑？往哪儿跑？冰火2重天！听个响吧你！哼，花里胡哨，在我这超能力面前，一切防御都是纸老虎。就是低阶符箓，3张冰锥符，配合那个天罡引灵指的手法，居然打出了筑基初期全力一击的效果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教出来的，这就是技巧的魅力。好，打得好，虽然有点费钱。但只要这小子敢打能打，那就是好事儿。这下信心有了，手段也有了。各位师弟师妹，准备清场，通往后山的路给我铺平了。这次谁也别想拦着我们的祖宗去拿机缘。这他妈是人干的活儿！唉，总不能拿火球符炸吧？不行，光会扔符箓还是太被动了。符箓这玩意儿，那是消耗品，用一张少一张。要是兜里没符了，
我不就成待宰的羔羊了？得搞点功法练练。不用太高级，什么根金指、灵雨术之类的，好歹能让我在干活的时候潇洒点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种本事是长在自己身上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听见没？他想要功法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快，别拿那种烂大街的金金术糊弄他，去把藏经阁顶层的那本太白金金剑气拿出来，还有那个缩地成寸的大神通也给他背上。既然他想学，咱们就一步到位，直接给他塞天阶的。好。师兄，直接给肯定不行，天道那个老硬币还在看着呢。再说了，这小子防备心太重，你要是敢直接把玉简扔他脚底下，他能当场给你踢进粪坑里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让他去藏经阁借吧？他一个杂役，进去的资格都没有。做局。既然他要去万门集市找功法，那咱们就在路上等着他。不管是仪式也好，摆摊也罢，必须做得自然，做得毫无破绽，让他觉得这功法是他凭本事捡漏捡来的，而且天道也抓不住咱们的把柄。累死爹了，这种苦日子我是过够了。救命！这位师弟，我不行了。这是我从上古遗迹中拼死带出来的绝世功法，只要你肯救我，这功法就送给你。怎么样？这演技可以吧？法风亲传弟子，这写吐的那叫一个真实，这可是万剑归宗的原本啊！只要他弯腰捡起来。哥们儿，别装了，你这碰瓷的技术还得练。上古遗迹，你这一身衣服连个褶子都没有，就脸上抹了点鸡血。你跟我说你刚从遗迹拼杀出来，还有这字典，金光闪闪的，一看就是刚打磨抛光的，我都看穿你了。怎么着？只要我一伸手，旁边草丛里立马就会跳出3个壮汉，说我抢了你的传家宝，还是说我弄坏了你的宝贝？这种老把戏我在老家见得多了，晦气！出门没看黄历全是骗子。这也行？这小子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那可是万剑归宗的道具了。看来陆虎肉警惕性太高，对这种天降横财有着天然的抗拒。换个既然他不信送你，那咱们就卖给他。